刘备。这是2000年前的一天，一个男人走在街上，他20多岁，他姓刘，叫刘备。刘备会做一些小东西，做好以后就拿到街上来卖。他已经卖了4、5年了，卖的还不错。但是从去年冬天开始，买东西的人变少了。刘备知道为什么。去年冬天特别冷，很多人没有吃的东西，生病的人特别多。一些过得特别不好的人去官府，请官员帮忙，但是都没有得到帮助。后来冬天过去了，很多人没有看到春天，他们死在了冬天。想到这儿，刘备有点生气。在官员们心里，做更大的官是更重要的事。他们每天都忙着找钱，还让过得不好的人拿钱给他们，一点儿都不记得那些死了的人。北边的皇军打好人，拿过得不好的人的东西，官员们只知道害怕，也不去打他们。这样的官员怎么会关心过得不好的人？刘备走得很慢，他对自己也有一点生气。他生气自己没有钱，如果有钱，他就可以帮那些过得不好的人，也可以做更多让国家变好的事。前面是官府，有一些人站在街边，他们在看官府大门上的一张纸，纸上写了很多字，很多人没有上过学，不认识那些字，大声问：谁认识这些字？请读一读。刘备站在后面，说：这是官府写给大家的，上面说的是，现在北边的皇军越来越多，他们做的坏事也越来越多，官府希望大家帮忙，一起打皇军。谁帮的忙最大，官府就让谁做将军。刘备刚读完，就有人高兴地说：我去打皇军，我要做将军。也有人害怕地说：皇军的人那么多，官府都没办法，我去了还回得来吗？还有人生气地说：我不去，我只帮对我好的人。虽然皇军不对，但官府也不是好人。刘备没有说话，安静地站在街边。他知道每个人的意思，他也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没有人懂他。张飞。刘备觉得没意思，刚想走，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国家不好，你为什么不帮忙想办法，还一点儿都不关心？这个人说的话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说的都是自己，这个人说的是国家。刘备往后面看，说话的人就站在他后面。这个人的脸很黑，眼睛特别大，他也看着刘备，有点生气。刘备觉得他很有意思，问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姓张，叫张飞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人的声音很大。“我姓刘，叫刘备。”张飞说：“刘备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害怕皇军？”刘备笑着说：“不害怕。”张飞问：“那为什么不去打皇军？”刘备说：“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聊一聊。”街边有一家饭馆，饭馆里的人不多，很安静，是个好地方。他们刚坐好，张飞就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愿意帮官府打皇军？”刘备喝了一口茶，问：“刚才那么多人，很多人都没有说话，你为什么就问我一个人呢？”张飞说：“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是看你的脸和眼睛，就觉得你和其他人不一样。还有，我不认识字，你认识字，你是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刘备笑了，说：“谢谢你，虽然我不认识你，但也觉得你和其他人不一样。有些话我没有对别人说，但是愿意和你说。你想打皇军，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不能帮官府打。”关羽不能帮官府打，张飞不知道刘备这话的意思，他的眼睛变大了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刘备看了看张飞，问道：“刚开始的时候，皇军是坏人吗？”张飞想了想，刚要说话，就听到饭馆门口有个声音说：“快拿好酒好菜给我，我吃完了要去帮官府打皇军。”说话的是一个男人，他站在门口，红色的脸，眼睛很好看，人也很高，是个让人看了就会一直记得的人。刘备和张飞看着他，都在心里说：“真好看。”刘备拿着酒杯，大声对他说：“朋友，我们想请你喝杯酒。”那个人看了看刘备，笑着说：“好。”他走过来，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我姓关，叫关羽，谢谢你们的酒。”刘备说：“不客气，我叫刘备，他叫张飞。听你刚才的话，你也要去帮官府打皇军？”关羽说：“是的，你们也去吗？”张飞说：“我想去，但刚才刘备说不能帮官府打皇军。”关羽问：“不能帮官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张飞对关羽说：“我也不懂，他刚才问我，刚开始的时候，皇军是坏人吗？”关羽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皇军和其他人一样，都是过得不好的人，因为不想死，没有办法了，才去做皇军。虽然他们做了坏人，但他们只拿官府的东西，只打官府的坏官员，对其他过得不好的人还是很好的。后来他们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多，有些人慢慢变坏，开始打好人，拿过得不好的人的东西，这个时候大家才觉得他们是坏人。”刘备说：“
是的，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。如果开始的时候，官府做好了自己的工作，关心那些过得不好的人，就不会有人死，也不会有皇军。现在皇军的人越来越多，官府没有办法，他们害怕了，又想让过得不好的人去打皇军。你们觉得官府是真心的吗？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吗？自己的军队，关羽不说话了，心想：是啊，官府是真心的吗？刘备又说：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错了，那我们打了皇军，他们也不会变好，他们还是不会好好工作，过得不好的人还是过得不好。张飞说：我知道那些官员都不是好人，他们只关心自己，说的话也不是真心的，他们不会让没钱的人做将军。但是现在皇军也是个大问题，他们越来越坏，国家越来越不好，我们就不打他们了吗？刘备说：要打，但不是帮官府打，是我们自己去打。张飞和关羽都问：什么意思？刘备说：我们自己找人，几百人、几千人都可以，这些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，我们带着自己的军队去打皇军。那个时候，不用官府的人说，我们就已经是将军了。以后我们可以过自己的人生，带自己的军队，帮更多人做更多对国家好的事。好的开始，张飞和关羽都不说话了，他们安静地想着刘备的话。刘备说：但是招军队要很多钱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军队。关羽一口喝完了杯里的酒，说：我有一些钱，可以都拿给你。张飞也大声说：我有一个大房子和几家商店，可以卖了，把钱拿给你。刘备看着他们，问：这是很重要的事，你们想好了？关羽说：我想好了，你是个好人，我愿意。张飞高兴地说：我现在就回去把房子卖了，你们明天来我家，我们再好好聊一聊。刘备的眼睛红了，说：我们今天刚认识，你们就愿意把最重要的东西送给我，你们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张飞说：不用谢，我们也想做大事。关羽也说：是的，你不用客气。三个人说完话，就都回家去了。第二天，刘备也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，他拿着钱去张飞家见张飞和关羽。张飞的房子又大又漂亮，卖了很多钱。三个人的钱不多不少，找个500多人的军队是没问题了。虽然人不多，但这
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大哥、二哥和三弟，刘备、关羽和张飞太高兴了，坐在院子里大口喝酒，脸都变红了。春天的天气很好，院子里有很多桃树，花儿开得很漂亮。三个人在桃树下喝酒，看着那些漂亮的桃花，觉得人生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了。刘备说：“虽然我一直想做大事，想对国家和人们好，但大事、国家和人们都离我的人生很远。我已经28岁了，这28年里，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没用。如果没有你们帮忙，我还是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你们给了我希望，还愿意和我一起去做这些事，我太高兴了。”关羽说：“我今年25岁，这25年里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现在我也很高兴，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，真是太好了。”张飞说：“我今年20岁，你们都比我大。刘备是大哥，关羽是二哥，我是三弟。以后有大哥和二哥带我做事，我也很高兴。”刘备说：“这太好了，以后关羽你就是二弟，张飞是三弟，我是大哥。虽然不是亲哥哥和亲弟弟，但我们要比亲哥哥和亲弟弟还要亲。”关羽高兴地大声说：“好的，大哥，三弟。”他们喝完酒，站在桃树下，对着天一起说：“以后我们就是亲哥哥和亲弟弟了，生在一起，死也要在一起。”他们的声音很大，也很好听，桃花在他们身边飞，他们高兴地大笑。这是一个漂亮的春天，桃花好看，天气也很好。在这个院子里，三个过得不太好的人走到了一起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春天。这一天以后，院子里的这三个人开始了新的人生，他们一起找军队，打皇军，帮国家，带的军队越来越多，做的事情也一件比一件大。后来，中国人都知道了刘备、关羽和张飞这三个名字。他们在桃树下说的话，2000年以后的中国人也还一直记得。